真千金认祖归宗以后，我这个豪门假千金自觉拖着行李箱回到了乡下的土屋。本以为面对的是一家子老弱病残和羊圈里的几只羊，结果大哥律政大佬，二哥一介新贵，三哥狂拽校霸等等，那座山头上的洋河山都是我家的。我是假千金，如假包换的假。其实早在我年幼的时候，就提醒过不长心的顾家老爷子，我跟他长得并不像，但顾老爷子只觉得是基因没有遗传好，他压根没往报错了想。我看着眼前低头啜泣的真千金，一脸为难的顾老爷子，还有神情复杂的顾小爷子，盘算着回到傅家的生活。欣欣，你就先在家里住下，有什么需要就跟张姨说。顾老爷子三言两语安排好真千金的去处，目光又转向我。我点头，晓得，这就打包滚蛋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顾老爷子皱眉叹一口气，你们家条件我了解过了，上面三个哥哥家里条件又不好，回去肯定受罪。微微啊，你不如就留下来跟。不用，我摇头微笑。我回家，说白了，我跟顾老爷子没什么太深的感情。早年丧母，这位又天天公司有事不回家。至于弟弟顾慈安，我看向他，但他的视线落向别处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耸耸肩。我们刚打过一架，估计他还生气着，这样走了，倒没什么牵挂。顾老爷子深深看我一眼，决定了。我不假思索地点头。我叫顾威啊，不对，现在应该叫傅威，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。讲真，长这么大，我从来没有坐过公交车，但我识字168，路一来，我就马不停蹄地拎着行李箱上了车，刷卡投币都行。司机看我半天没动静，好心地提醒一句。我点头，翻着钱包。半晌，我抬头，不好意思，能刷银行卡吗？车厢里陷入了诡异的安静，多双视线投过来，司机也是很诧异地看我一眼。好吧，我懂了，傻逼问题。掏出一张红色毛爷爷，打算塞进投币箱。突然，一双骨节分明的手在我前面丢了2个硬币进去，清脆的碰撞声。我一怔，抬头看过去，干净清爽的 T 恤，流畅的肌肉线条。我敲，是个帅哥。对面的视线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，最后轻嗤一声：“帮你付了，钱自己收着。”我眨眨眼，对面没理我，插着裤口袋，悠哉悠哉地往车厢后部走去。我拖着行李箱跌跌撞撞地跟上。那个，谢谢你，不用还，不加微信。白色的背影摆了摆手，坐在了最里面的一个位子，还是个拽不拉几的帅哥。没意思，我就近挑了座位坐下，开始给刚加上的大哥发消息。京城市中心豪华，南郊有一大块高尔夫球场，西郊是依山傍水的别墅区，东郊环绕着一大片开发的景区，但一到北郊区就变得荒芜。政府没有在这边建商圈，开发商也懒得往这边跑。我托腮看着越来越颠簸的路，以及道路两边越来越多的树木，有些感慨，寸土寸金的京城居然还有这么原生态的地方。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过上院里种花除草的退休生活了？摆烂万岁！终点站还不下车，声音从后方传来，是刚刚拽拽的帅哥。我愣了一下，拖着行李箱跟了下去。跟着我，帅哥双臂环胸，眉宇间有些不耐。没跟你，我回家，回家。他又是轻嗤一声，这地儿这么偏僻，你一个穿着名牌的千金大小姐过来体验生活？我辩解，不是体验生活，是以后就要在这里生活。是微微吗？不远处一道好听的声音。我循声望去，2个身影，一个西装革履，一个衬衫西裤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黑色西装戴着金丝框眼镜，唇边含笑的，应该是律师大哥傅律。白色衬衫，袖口扣得一丝不苟，气质清冷的，应该是医生二哥傅燕。都是绝顶的帅哥，傅家的基因真低好。微微弯眸，我扬起嘴角，初来乍到，必须嘴甜，嗓音甜甜。大哥，二哥，大哥，二哥。我一愣，
怎么还有回声？转头与身旁的视线对上，哎，这难不成是我那龙凤胎三哥？呵，是你。傅宇蹙眉，又打量了我一遍，冷笑一声，晦气。我。傅宇说完，便转身往傅律的方向走去。嚯，我就知道认祖归宗不会这么容易。默默拉着行李箱，不远不近地跟着。看来还是得想办法跟他们搞好关系，这样才能放心摆烂。三弟，傅律依旧是唇边含笑，镜片下的视线不咸不淡地落在傅宇身上，让妹妹一个人拉行李箱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傅燕在旁边凉凉淡淡地扫了傅宇一眼，不语。空气安静一瞬，傅宇身体顿了顿，然后骂骂咧咧地转过身，走到我面前，恶狠狠地来了一句：“给我。”那个表情，像打劫，有些受宠若惊。我看向傅律，他勾着唇冲我点点头，嗓音温润：“妹妹，欢迎回家。”旁边的傅燕也对着我微微点了下头，眼神暖了些。我也跟着笑，嗓音甜甜：“谢谢大哥，谢谢二哥，行李箱是我帮你拿的。”身旁一声咬牙切齿，我点头，继续乖巧的笑：“谢谢三哥。”傅宇冷哼一声，不搭理我，拎着行李箱的提手开始往肩上扛。我一怔，欲言又止：“三哥，这个很重的。”“呵，小姑娘的东西，怎么可能？”下一秒，傅宇被我的行李箱来了一个过肩摔，漂漂亮亮的砸在地上。我轻轻抿唇，看他龇牙咧嘴的表情，我弱弱开口，都说了很重。傅宇哪怕摔了个狗吃屎，但还是迅速的、不服气的爬了起来，看向我的眼神依旧恶狠狠。“你有病！包里装的砖头就小姑娘的东西。”傅宇，其实搬不动可以滚的。我沉默一秒，看着他表情失控，又补上一句：“我指的是轮子。”身后一声轻笑，傅律拍拍我的脑袋，温声：“不用搭理他，爸妈还在家里等着。”乖巧点头。我屁颠屁颠跟在后面，谁说穷人家的哥哥是吸血鬼来着？分明是暖男大可爱，呜呜呜，爱死了。傅家确实偏，看上去像是村里分配的宅基地，上面盖着自建房，虽然不小，但很花砖，相当土气。很奇怪，顾欣是因为在傅家受了火灾，顾老爷子才急忙把他接回去的。现在看这房子，似乎像是新翻修过。自建房的后方不远处有个羊圈，估计傅家就是靠养羊，把三兄弟供到大学的。我看着眼前貌美如花的老妈，斯文帅气的大哥，清冷秀气的二哥，酷拽好看的三哥，陷入了沉思。基因这么好，我这个圆圆肉肉的脸蛋，怕不会又被抱错了吧？呜呜呜呜！我的宝贝女儿！一个大黑影嗖的一下窜到我面前，开始鬼哭狼嚎，盯着眼前跟我如出一辙的大脸盘子。我又一次沉默。好了，实锤，我就是傅家人。老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把我从上看到下，确保无恙，继续抽抽搭搭。宝贝女儿，这些年你受苦了，是爸爸当初把你抱错了。呜呜呜！我轻咳了声，我安慰，倒也不算受苦。呵。傅宇冷不丁轻嗤一声，当然不算受苦了。顾家把他养得金贵，怕是万不得已，他才肯回来的。老爹一呆，看向我，宝贝女儿，真的不想回来？顺带着，老妈的眼神也忧虑地落在我身上。我瞪了傅宇一眼，这货和我龙凤胎，简直就是我认祖归宗的绊脚石。没，我摇摇头，如实回答：哪儿好？肯定都没有家好。老爹又一次涕泪交加，然后被老妈拉去厨房炒菜。我和面前的大哥、二哥、三哥面面相觑。行了，在我们面前，你也不用装。傅宇终于出声，懒散地靠在椅背上，看我。之前欣欣说你不愿意回来，还赶他走，怎么着？顾家不要你，才舍得回来？傅宇、傅燕微微蹙眉，清淡的嗓音里透着一丝不悦。傅宇依旧不爽，皱眉看我，眼里尽是厌恶。这就是事实，这个顾威就是装乖的大哥二哥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三哥，我出声提醒，
我叫傅威。呵，你别以为你傅宇。傅律视线扫过来，镜片反光，敛去笑意，不爽。你可以滚蛋。空气倏尔安静，傅宇彻底萎了。我眨眨眼，看向傅律，懂了，这是大腿。甜甜一笑，谢谢大哥。不客气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傅律的大掌落在我的脑袋上，不轻不重地揉了下，镜片底下的眸子透出暖意。微微，快开学了吧？傅燕沉吟道。我一愣，这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。按理来说，我马上应该是大一开学，但顾家当时给我安排的是私立贵族大学，能进维尔斯大学的非富即贵，都是为了培养家族接班人送进去的。我现在这个假千金，别说进去的资格了，怕是连学费都负担不起。怎么了？傅燕递过来一杯水，淡粉色的指甲边缘修得很干净。我轻轻抿了一口，斟酌着开口：大哥二哥，要不过2天陪我去调一下学籍。为什么调学籍？傅律推了下眼镜框，维大也还行。傅律和傅燕的眼神同时散发着不解。向我看来，这不是行不行的问题。我一时语塞，不知道用什么词句才能体面地说出来。咱们家很穷，没钱上学的这个逻辑，如果不想从商的话，维尔斯大学还有其他专业可以转学院。傅燕在一旁提出事实性建议。我思虑半晌，我终于开口：其实现在我和你们一样，是小镇做题家。傅律和傅燕一同沉默。而且维尔斯学费很贵。暗示到这里，傅律大概是听懂了，又扬起他标准的弧度，微笑。傅宇也在维尔斯。我不禁转头看向傅宇，他依旧是不屑地瞥我一眼。傅娥，我痛心，这个败家玩意儿，看来我不能放心摆烂了，还是得在傅家搞钱才行。傅燕拍拍我的肩，宽慰：没事，卖10来只羊就够学费了。我的眉毛陡然拧成麻花，羊圈里只有10来只羊，倒不至于为了上大学而倾家荡产。傅律轻笑出声，嘴角扬的弧度更甚。那是种羊，不卖的。我有些茫然，眨眨眼，还是没懂他们的逻辑。傅律无奈，把我拉到窗边，指着对面：看到那几个山头了吗？我们家的。我看到山腰的白点了吗？都是羊，我们家的。我一连几天，我一直处在蒙圈中，我一时间分不清，是开了大公司的顾氏有钱，还是承包了几座山有几万只羊的傅家更有钱。我这到底是真千金还是假千金？开学第1天，傅律和傅燕刚把我送出房子，就被我拦下。毕竟我从顾家离开这件事情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，若是再牵扯他们，怕是对律师和医生的工作不太好。给你卡上赚了点零花钱，有需要就开口。傅律把行李箱递到我手中，我看着银行卡上到账的7位数，默默点头。学校里面有困难找傅宇，他不乐意，你可以告状。傅燕补充。我乖巧地继续点头。那我们就不送了。傅律唇边挂着浅笑，金贵斯文，才回傅家没多久，有点舍不得这么温柔帅气的大哥和二哥。我站在原地，抿唇眨眨眼，头顶舒尔一声轻笑。我抬头，二哥傅燕。他难得的微微弯眸，捏捏我的脸。周末接你回家。维尔斯虽然是贵族学院，但宿舍是4人寝，只是宽敞和装修好些，要不怎么说缘分呢？我盯着同宿舍对床的人看了一眼，浅浅一笑。顾欣，好巧，真假千金同宿舍，这是什么影视级别的修罗场？顾欣依旧是那副有些怯懦胆小的样子，看了我一眼，又飞快地低下头去，低声打了招呼：人畜无害。顾威，哦不对，现在应该叫你傅威。隔壁床的人走过来，趾高气昂地看了我一眼，讥笑一声：来维尔斯商学院，毕业之后继承你家那10头羊吗？说来，这位还是我在贵族高中的小跟班钱暖暖，钱家依附顾家，他没少从我这捞好处，现在却来上赶着落井下石。可笑，继承10头羊，
我良眸，怕是顾欣管不住嘴。暖暖，你别这么说。顾欣上前扯了扯钱暖暖的袖子，眉眼微低。微微现在已经很苦了，是我对不住微微，摆摆手，别叫我微微，我姓傅。突然有些想笑，我略微同情地看了顾欣一眼。傅家教育信奉一个原则，穷养孩子，富当爹。所以傅家几位在成年之前都是过苦日子来的，也都像顾欣这样以为，家住村里养10头羊，眼前就是好日子了。结果顾欣不择手段地回顾家，竟是连傅家的一点好处都没沾到，实惨。悠悠叹一口气。我开始铺床，钱暖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又是一声不屑的笑。衣服穿的都是地摊货，也不嫌丢人，视线不由自主落在自己衣柜面前，陷入了沉思。虽然没有 logo， 但这所有的衣服是老爹请的高级服装工作室私人定制的，料子都用的真丝和羊绒，版型超正，穿在身上比顾家之前准备的还要舒适。这是第一天，不想跟他争论，我继续收拾自己的东西。暖暖，你别这样。顾欣急忙阻拦钱暖暖，为难地看我一眼。微微，我的衣服你可以穿的。我淡淡道，不用。呵，欣欣，你不用管他。钱暖暖轻蔑地转回头，人家那是愧疚自己占了你这么多年的位子呢。吵死了！一道清丽的声音在门口响起，紧接着是哒哒哒的高跟鞋声。赵默，赵氏集团千金，比顾氏还牛批那么一些。果不其然，他这一句抱怨，整个宿舍安静如鸡。我慢条斯理地往衣柜里挂衣服，与我无关。维尔斯的开学晚宴在6点举行，已经是5点半了。我盯着一衣柜的长服发呆，老爹怎么就没想起来给我定制2件礼服呢？要不晚宴就不去了。宿舍门被打开，哒哒哒几声高跟鞋路过我的时候停了下来。还不去？赵默理了理波浪卷发，看我，等等。他居高临下睨了眼我的衣柜，冷笑一声，像是自言自语。也不知道你都这样了，还来维尔斯做什么？之前还在顾家的时候，酒会见过赵默，总是那父子高傲不可一世的模样。我俩是互不搭理的状态。他说完就哒哒哒地去自己桌前，拿起刚刚落下的手包。我没回话，瞄了眼他的黑色修身高定，还是像以前一样感叹：赵默此人虽然讨厌，但身材实在诱人，不要跟个小猫崽子似的，可怜巴巴盯我看。赵默对上我的视线，突然出声：算了，你过来。像是突然泄气般，他冲我勾了勾食指，打开衣柜，这件你试试。一件纯白色吊带短款礼服，细纱垂下，颇有些可爱的仙气。愣着干嘛？赵默蹙眉，又有些不自然地移开视线。我可不想被人说孤立你。沉默片刻，我忍不住开口：那也是咱俩互相孤立。吊带部分是花朵的设计，浅色系的搭配，衬得锁骨更加精致。赵默帮我把后面的系带系上，立马开启嘲讽模式：顾家老爷子不是要你留在顾家吗？你逞什么能跑到乡下去？我收起唇边笑意，其实傅家挺好的。呵，被卖了帮人数钱。傅威，你以前不是挺狂的吗？赵默大概是觉得我无药可救，瞪了一眼，拿着手包就走。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板上格外用力，无奈地叹一口气。我拿着手机跟上。哟，这是谁来了？刚进晚宴大厅，熟悉的讥笑声就传来。抬头，顾欣被簇拥在人群中间。看来顾老爷子有安排人精心给他打扮过，淡粉色的锦缎礼服，修身的设计更撑得他腰肢不盈一握。而刚刚的讥讽就来自他身边的钱暖暖。顾欣抬眸看我一眼，微扬下巴，唇边划过一丝笑意。我不禁心底泛冷笑，怕是钱暖暖也是他指使的。有的山鸡呀，就算再华丽，也变不成真的凤凰。钱暖暖环着胳膊，声音在大厅回荡。我之前就觉得，有的人骨子里的土气是改不掉的。果然，现在真的现原形了。四周带起一片嘲弄的笑声，有些刺耳。看着四周置身事外的笑脸，我心口微凉。
果然是人就喜欢看曾经高高在上的人跌落泥潭的戏码，来抹去他们曾经的卑贱。还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！赵默冷笑一声，端着红酒走到前面长长的餐桌上，声音不大，但在悠扬的小提琴声中显得格外清晰。钱暖暖脸色一变，没敢发火。我勾唇，接过服务生递过来的香槟，轻轻抿了一口，有意无意地接话：“谁说不是呢？”气氛僵持之下，突然门口一阵骚动，四周开始窃窃私语。傅宇来了，他居然会来参加晚宴！快快快，看我这身好不好看？傅宇可是校霸呀，出了名的脾气差，待会儿千万别惹到他。校霸微微晃着高脚杯，香槟的叶面泛着波光。我看向大厅的门口，傅宇穿的倒是和别人不一样，简简单单的休闲 T 恤就能把他的气质撑得格外不羁。当然，肯定靠的是那一张脸。傅家的基因啊，是真的强大。这个傅宇是学校今年特招进来的，刚开学就打了一次架，居然被保下来了。据说他没什么背景啊，居然敢在维尔斯打架。不远处，学长在和学妹们进行科普，传到耳朵里，我痛心疾首。这个傅宇肯定给傅家惹了不少麻烦。傅宇倒是在大厅门口就看见了我，但视线很快就移开。他打定主意，不想搭理我，窃窃私语随着他漫不经心地走进来而变得细小。我抿了口香槟，身影在眼前停住。我跟你不熟，声音低沉冷淡。紧接着，身影越过我，直直地往顾欣的方向走过去。三哥，顾欣显然惊喜，眸子亮了亮。你怎么会来？周围的人让出一条路，留着傅宇走过去。他自然地摸摸顾欣的头发，语气放缓：“你在这，我当然要来了。”万众瞩目，独独偏爱，玛丽苏般的情节上演。四周的议论声又开始此起彼伏。豪门秘辛，顾家除了顾慈安，可没有什么其他的男丁啊。这不会是顾欣之前待的傅家的三哥？听说那家确实有3个哥哥，那岂不是傅威的亲三哥？看上去他跟傅威并不熟啊。那还用说，肯定不待见呗。你刚没看见呢？傅宇连正眼都不带看傅威的。这些话并不遮掩的压低，仿佛是特意在我耳边说给我听一般。很吵，闭嘴！熟悉了好多年的声音，四周突然噤声。顾慈安蹙眉走过来，站在我旁边，不语，点头致谢，没太管顾慈安。我抬眸望向顾欣那边，傅宇怎么区别对待？于我而言倒没有什么，只是我还记得刚回傅家的第1个晚上，傅宇说的之前欣欣说你不愿意回来，还赶他走，我倒是真的不记得。我有赶过顾欣，反倒是他，在我果断同意认亲之后，委委屈屈地拉着我说对不起我什么的，能诌出这样一段话，也就是顾欣本人了。怎么回了趟傅家，就变得可怜巴巴的了？身边递过来一杯红酒，捏着高脚杯的指尖泛着病态的苍白。他的身体一向不好，顾慈安在我接过高脚杯之后，又掏出他的专属帕子，慢条斯理地擦手，还是这么洁癖。你笑什么？顾慈安不解地看我一眼。我举杯，在他的高脚杯上碰了一下，清脆的碰撞声。该你过去了，姐弟情深，跟我无关。点头表示理解。顾慈安这个人傲娇得很，说来顾慈安讨厌我也对，他小我3岁，刚16岁，能现在直接来上维尔斯的大一，有我的一部分功劳。毕竟我摆烂，但也得给顾家安排一个最完美的继承人。金融系的课程繁多复杂，但我听得津津有味，总觉得傅家附近有点搞头。刚拿到京城北区的规划图，就被来人挡住了去路。呵，傅威，你听这些课有什么用？顾欣拽拽他的袖子，阻拦。暖暖，你别这样。欣欣，你就是太好心了。钱暖暖替他打抱不平。傅威之前还把你赶出顾家，摆明着就是想占着你顾氏千金的位子，只是没得逞罢了。你现在还帮他说话。身旁的几个小跟班跟着附和，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真是好大一出戏。我冷冷道：顾欣，
你来给我解解惑。我什么时候把你赶出顾家了？顾心一抖，后退2步，眼眶里噙着泪。没有，没有的事。傅微钱暖暖挡在顾心面前，你别太过分。手机震动，我低头看，是傅律发来的消息，说他快到学校门口了，接我回去。心口疼升起欢快，刚想打开回复，手背猛然一阵火辣辣的疼痛，手机便以一个完美的抛物线从6楼走廊摔了下去。我一怔，伸手去捞，扑了个空。蹙眉，我看向罪魁祸首，不就是个手机吗？我赔给你。他不屑地笑一声，眼里尽是挑衅。而他身后的顾心也勾出若有若无的一丝笑意，可笑至极。若我今天可以任人踩踏，那么我就不叫傅微了。攥过钱暖暖的衣领，一把扯到栏杆边上，两眸盯着他冷笑：你是不是忘了我能不能惹呀？眼看着他眼底的情绪从原来的嚣张转变为惊恐，我继续把他的头摁出栏杆外，一丝凉风拂过，吹得发丝轻扬。他想挣扎，但我用得巧劲，挣扎不开。顾心上前2步，眼眶泛红：微微，你别这样，有话可以好好说，你不能因为心里不平衡就……没有心理不平衡。我率先打断他的话，抛出一句忠告：傅家于我而言比顾家好。顾心一怔，但没有再上前，手下的力道继续挣扎，他的脸憋得通红。傅微，你想被退学吗？你给我松开！靠近他的耳边，我勾唇低喃：6楼不高，你猜猜会死人不？钱暖暖一僵，彻底不敢动了。顾心身后的几个跟班也都不敢上前。我挑眉，继续恐吓：以后别招惹我哦，反正我嘛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微微，你别做傻事啊！顾心脚步未动，但依旧冠冕堂皇地劝说着。我真见不得顾心这副虚伪的嘴脸，他的算盘我很清楚，就算我真的把钱暖暖给推下去了，他也毫不在乎，甚至会窃喜。顾傅两家就剩他一个女孩，一边是血浓于水的亲情，一边是10几年的感情，他稳赚不亏，当真恶心。我点头认同他说的话，思考2秒，那就麻烦顾心你帮你的好姐妹写封道歉信吧，写完我就放开他。空气安静一瞬，我有些惊讶，你们关系这么好，顾心你不会连封道歉信都不乐意写吧？可是他每次都帮你出头哎，欣欣。钱暖暖声音有些哽咽，毕竟以前也是玩过很久的，这位恐高的弱点，我当然拿捏得死死的。顾心听到他叫自己，嘴唇苍白，轻轻颤抖，像是受了极大的屈辱。我冲顾心挑衅的勾唇：写吗？今天这份辱，我还真就必须还给他。似乎是下定决心，他终于抬眸看向走廊尽头，眼泪突然滚落。大哥，大哥！我的心口霎时一跳空，不由自主地看向走廊尽头，剪裁得体的西装，馥绿抿唇，看着埋在自己臂弯啜泣的顾心，镜片明暗交叠，手上力道松了，钱暖暖就顺其自然地挣脱开来，也一起看过去，面上讶异：欣欣，你大哥居然是馥绿。旁边的小跟班也窃窃私语：天啊，馥绿本人和网上的一样帅啊！暖暖，不是说馥绿最近要接你家的官司吗？不理解他们为什么是这种反应。我垂下胳膊，蜷起指尖，突然感觉到一股前所未有的难堪。这下好了，我好不容易建立起乖巧可人的光辉形象，现在全给打碎了。原先傅家有个傅宇讨厌我就算了，这回要是再多个傅绿，我这日子没法过了。顾心依旧紧紧攥着傅绿的袖子，委屈的低声抽泣，还不忘抽抽搭搭的解释：大哥，你别误会，微微没有欺负我，我只是太想你了。什么叫做此地无银300两？这就是傅绿垂眸看了眼顾心，抽回自己的胳膊，面无表情。我是微微的大哥。顾心一怔，忘了哭，呆愣在原地，半晌凄凄爱爱一句：大哥，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？傅绿没搭理他，迈着步子走过来，停在我面前。他太高了，我指到他的肩头，舔舔嘴唇，
不太自然地移开视线。妹妹有没有受欺负？头顶一道温润的嗓音，有些猛。我把刚刚的情节复盘了一下，怎么都想不到，傅律开口问的第一个问题，居然是这个。大哥，他怎么可能受欺负？傅宇从走廊过来，递给顾欣纸巾，不爽地看过来。刚刚咱们都看见了。傅威多嚣张。傅律侧眸，镜片反射着凉意。傅宇没了声，目光落在扯着傅宇袖子落泪的顾欣。我不太爽，傅宇这个人真的很蠢。轻轻戳了下傅律的胳膊，我乖巧的眨眨眼，就是手机被他们给摔了。温暖的大掌附在头顶，没有受伤就好。怎么确定没有受伤？楼梯口一声嗤笑，紧接着是哒哒哒的高跟鞋声。赵默撩了下垂在肩头的卷发，睨了眼前暖暖，冷笑。平时蛇鼠一窝就算了，居然还敢逮着我不在，欺负我的人。赵默的人，这是什么离奇的霸总语录？我没忍住吐槽，咱俩就是饭搭子。赵默瞪我一眼，又转向傅律，调监控，定责。傅律点头，正有此意。2句话，把接下来的行程安排得明明白白。傅律走到一旁在打电话，而钱暖暖一众等人完全像待宰的羔羊，不敢乱动。毕竟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与家族挂钩，就是所谓的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视线又投向不远处，傅宇依旧低声安慰着顾欣：“傅威，你藏得挺深。”赵默跟着我靠在栏杆上，冷不丁冒出来一句：“什么挺深？呵，傅宇是你三哥就算了，你之前居然还骗我说你大哥是律师。我大哥不是律师吗？”赵默忍不住瞪我一眼。他是傅律，京城律政界大佬，就没有他拿不下的案子，哪怕市长来了都得敬他3分。律政界大佬有些茫然，忍不住看向傅律。他挂了电话，迈步走过来，身材比例完美无缺。这就是我大哥，走吧。傅律台湾看了眼表，处理一下这件事。校长室内，巨大的幕布上放完在空中连廊的一幕，空气中就陷入了诡异的安静。校长轻咳了声，把刚泡好的茶推到傅律面前：“小孩子玩闹，赔个礼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”钱氏老总坐在一旁陪笑：“是啊，我们肯定会赔偿的，别因为这件事情伤了和气。”小孩子，傅律指尖在檀木桌上轻敲，扫了眼这边，轻笑一声：“我怎么记得，成年了是可以负刑事责任的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”赵默嗤了一声，绕着搭在肩上的卷发：“这么多人欺负一个，算是校园霸凌了吧？”傅律抿了口茶：“算，故意毁坏他人财物，可以拘留吗？”“可以。”来回几句话就简简单单给这件事定了性。“没有，不是我。”钱暖暖脸上肉眼可见的慌乱，顾欣面上无措，眼里又因为着急盈了泪花：“大哥，你别生气，都是一场误会，都怪我，是因为我。”暖暖才：“是啊，大哥，我看也就是小矛盾，要不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。”傅宇跟着解释。傅律淡淡抬眸，扫了眼傅宇，最后目光落在顾欣身上。顾小姐既然已经回了顾氏，那么跟傅家就没什么关系了，切勿相攀。至于怎么处理，傅律的视线落在我身上，带了些柔和：“听妹妹的。”众人的注意力终于转回当事人身上，多双视线投过来，心底有些奇异的感觉。先前在顾家没人管，也没尝过有人撑腰的滋味，突然心里满满当当的。拘留就不用了，我弯眸，就赔偿一下精神损失费，以及之前我送给钱家小姐的财物就行，加起来怎么也得7位数了。钱暖暖突然暴躁：“傅威，你穷疯了！”啪一声清脆的巴掌，我一愣，看向钱老爷子，这位手劲儿可真不小。“爸，你打我！”钱暖暖的脸上瞬间冒出红印，满眼不可置信。钱老爷子气得胸口起起伏伏。给傅小姐道歉。傅律终于懒懒散散地从沙发上起身：“掸掸莫须有的灰尘，跟钱氏的合作我会再考虑，今天就到这吧。”我非常有眼力见地跟上，这回换钱老爷子慌张了，跟了几步，发现傅律压根不理他。
懊恼地停在原地，开始给董事会打电话。大哥，你好厉害，跟在傅律身边。我仰脸看他棱角分明的下颚线，前世虽然比不上顾氏，但在京城还是排得上名号。犯不着因为一场案子就这么低声下气，只能证明一点，我大哥真的很牛批。傅律笑笑，没回话。赵默看向傅律，前世的案子真的不接了。赵默心满意足地勾唇，看我一脸疑惑，开始解释，赵前两世合作的项目出了问题，他们不想赔钱，就托关系找了傅律。原本我还有些顾虑，但只要傅律不插手，这案子我们稳赢。放心，绝对把前世告得底裤不剩。怪不得钱老爷子刚刚那么着急，傅律可是他赢案子的唯一希望。我咧嘴笑开，突然觉得心底很自豪。今天谢谢赵小姐了。傅律冲赵默点点头，拍拍我的脑袋，走吧，回家。小跑几步跟上。二哥呢？他周末忙手术，不回来。灵光一现，我追问：二哥也很厉害吗？傅律哑然失笑地看我一眼：你自己问，自己问就自己问。我撇嘴，余光瞥到和顾欣站在一起的傅宇，他不回家，正好了。我可是有大项目要跟老爹谈。前世的赔偿很快打到了我的卡上，我心满意足地数着小数点。虽然傅家有钱，但自己卡上有钱才真的爽，还是得自己搞钱，不然以傅宇的智商，哪天把傅家拱手送给顾欣我都不奇怪。倒是有一点，估计傅律下了死命令，顾欣到现在都不知道傅家的情况。桌上丢过来一张银行卡，对面顾慈安坐下，我眨眨眼，给我的，别扭的，像是小孩子求和的把戏。不用装，拿着。他环了眼四周的视线，不大自然，但语气依旧生硬。以前压岁钱不都是被你给抢的吗？我这货在暑假里窜身高，现在接近1.8米了，但稚气的表情依旧像我熟悉的那个顾慈安。前世的事情我听说了，虽然傅律厉害，但你们家毕竟穷，还有个败家子傅宇，生活肯定比不上顾家。我想了想漫山遍野的羊，默默点头。行了，你缺钱就跟我说，这些钱我自己赚的。顾欣身后又是一干人等进了阶梯教室，有些吵嚷。顾慈安烦躁地看了眼，撂下一句话就打算走。慈安，你来了，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顾欣有些欣喜，小跑上前，正好挡住了顾慈安的去路。不是找你的。顾慈安言简意赅，双手插兜打算绕过去。顾欣看了眼我，垂眸。慈安，姐姐不知道哪里做的不对，你可以告诉我的。又是老套的楚楚可怜的剧情。我有点想笑，顾欣似乎只会扮柔弱来激起别人保护欲的这一个招式。但是顾慈安何许人也？那是被我鞭策着长大的，除了各方面优异于常人外，变绿茶的本事可是一等一的。顾欣的这一招正正巧巧是我当年给他普及的第一课。撞枪口上了吗？这不是。果不其然，顾慈安眼神瞬间变得无辜。姐姐，你在说什么？姐姐天天和傅宇待在一起，肯定是不喜欢我这个弟弟的，所以只能不在你面前晃，不然惹你心烦了。周围泛起窃窃私语，风向转变。顾欣一愣，顾慈安继续加码。他本就清瘦白净，无辜的眼睛一眨一眨，更有些孩子的单纯。而且在顾家，姐姐也从来不搭理我，怎么一到学校里人多的地方就来和我亲近了？也对，姐姐和傅宇近20年的感情了，我这个空有血缘关系的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抿唇憋笑，真的不愧是亲姐弟，演戏的本事一个比一个溜。顾欣被他一系列的问句怔在原地，周围同学的眼神也都变了。顾慈安毕竟是顾家正儿八经的继承人，年纪小，而且看上去单纯。虽然平时冷淡了些，但风评终归比只会哭哭啼啼的顾欣强。这会儿出了争执，都会选择倾向于顾慈安。有点爽是怎么回事？顾慈安悠悠叹一口气，没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人群的目光随着顾慈安的离开而移动。顾欣眼泪已经干了，盯了我一眼，眼神里藏不住的厌恶和不甘。
轻描淡写地冲他笑笑，银行卡在桌面点了2下，最后当着他的面收进了包里。硬刚，可以。赵末一下课就回公司处理项目了。钱暖暖因为家族的事情，一连几天没来上课，宿舍里就剩下顾欣和我，不是很想待着。我拿着书准备出去。傅威，顾欣突然开口，我停步。有事？他垂眸思虑几秒，扯出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。其实我觉得你人很好的，我一直挺想和你做朋友。之前因为暖暖，我不想跟你做朋友。我毫不留情地打断他，面无表情。你也不用在我面前装好人，你讨厌我，我看得出来。空气安静一瞬，顾欣倏尔笑了，眼里尽是嘲弄。傅威，你不会觉得自己还是千金大小姐吧？我波澜不惊地看他。所以傅律是你大哥又怎么样？他向着你又怎么样？呵，不过是怕你嫌弃傅家，然后跑了，所以才这样对你。你真以为他们会对一个刚认识的妹妹有多宠爱？顾慈安对你好又能怎么样？他能把顾家拱手送给你吗？呵，痴心妄想。顾欣的表情有些失控，全然没有平时装出来的怯懦。看他这副样子，我突然觉得可笑。傅威，你笑什么？笑你不懂得珍惜。我悠悠一叹，瞥他，干嘛戾气这么重？在顾家待得不开心。这一句仿佛戳到了他的痛处。顾欣的表情开始扭曲，我了然点头。顾老爷子不心疼你，他包养的情妇处处打压刁难你，然后你和顾慈安姐弟不是一条心。我轻笑一声，看向顾欣，眼神透着怜悯。当初选择的机会是交给你的，你也说你不后悔。顾家人生性凉薄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你怪顾慈安跟我亲近，但若换作是你同他一起长大，恐怕你们2个早已反目成仇了。我没后悔。顾欣突然失控地把一桌的化妆品挥到地上，嗓音尖利，没有半分顾家千金的仪态。那就希望你永远不后悔。我微微勾唇，绕过满地的狼藉，关上门的一瞬间，屋内又传出玻璃瓶摔碎的声音。刺耳，行。你个企划案发我邮箱。挂掉电话，我翻看手中的京城规划图，其余的地方商业繁荣，唯独北区空空荡荡。西北处是耕田，东北处退耕还林，正北处就是家里那几个山头和山脚的烂尾工程，似乎有点难搞。傅小姐，好巧！面前拦过一道身影，油腻的笑声猖狂至极，旁边跟着的男人也笑。要不要出去喝一杯？咱们是高中同学，那会儿你太不好接近了，还是现在好，可以聊聊天。黄毛说着就伸出手来，打算拉我后退一步。我蹙眉让开，不然我报警了。哎呦，还当自己是千金大小姐呢？是啊，听说你大哥挺厉害的吗？怎么现在没人给你撑腰？视线落向四周，这几个人我压根不认识。情况不对。我转身，又被一道身影拦住。陪我们喝一杯，就放你走。花臂笑得轻浮，又一次伸手攥紧手中的图。我抿唇，往另一个方向跑去，却又飞快地被挡住。这几个人像是逗猫一样，左右晃荡，愣是不给我逃跑的机会。内心有点慌乱，难道今天真的要被几个流氓骚扰了？啪！一个篮球飞过来，准确无误地砸上花臂的脑袋。你他妈！花臂刚想发火，看到来人，立马愣在原地。黄毛咽了咽口水，傅宇，他怎么会来？他打架太狠了，要不我们……傅宇站在不远处，面色不善。滚！几个人慌不择路地从楼梯口跑了。谢谢了。我脸眸理理刚刚慌乱时弄皱的衣服，淡淡对他道了谢，不是特地来帮你的。傅宇微皱眉头，压下眼底的不耐烦。我就是让你以后别欺负顾欣，欺负顾欣。明明刚刚我才是危险的那个。他的第一句话是让我不要欺负顾欣，有些可笑。我停下脚步看他，语气冷漠。你哪只眼睛见到我欺负他了？还是说你见到他哭就先入为主的觉得是我干的？傅宇微怔，我冷笑。傅宇，
我傅威讨厌一个人没必要做那些下三滥的手段。他舌尖抵了抵腮帮，错开视线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？我第一天就看得清楚，表面装乖，内心恶毒。我点头扬唇，笑意未达眼底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？我也看得清楚，蠢货一个。傅威，你实在搞不懂，傅家那么多人，偏偏我这个同胞哥哥脑子不好，难不成是在娘胎里的时候，脑子全给我了？不搭理他，我越过他往校外走去。没必要为了一个蠢货给自己找不痛快。一直在等的顾慈安倚靠在墙边，看到我过来，浅色的嘴唇抿抿。你看上的地段不错，可以试试。傅威，他突然出声，语气淡漠。顾欣说：“你背后骂我来着？”哦，不解释解释，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漫不经心瞥他一眼。我当面打你都不是一回两回了，背后骂两句怎么了？顾慈安听到这句，冷漠的表情骤然放松下来，眼底含笑，碎发在额前飘了飘，突然展露了些少年气。我哑然失笑，抖安妈你。他懒散地插着口袋，替我开车门，随口道：“姐姐打弟弟吗？很正常。自从顾欣那次发火之后，他在我的面前又恢复了小白兔的模样，友善怯懦。赵末的项目有些忙，基本结课之后就回家。钱暖暖估计是被他爹训了一顿，见到我躲着走，日子过得安生。倒是我和顾欣像是交换兄弟一样，顾慈安跟我天天往北区跑，傅宇时时刻刻守在顾欣身边，不互相干扰。除了我给你的钱，你哪来那么多钱？踩入柔软的青草地，顾慈安终于忍不住问我。我眨眨眼，笑开：“钱家赔的钱呐。”他冷哼：“你当我3岁小孩？那点钱怎么够？可能天上掉馅饼的吧？可不是馅饼吗？傅家这块大的。”顾慈安倒没再追问，翻开策划案，比对着面前的园林，农家乐的项目差不多了，可以引进第一批客户。你什么打算？现成的。我挑眉：“你不是加入了学生会吗？什么意思？”我微微勾唇，点到为止。维尔斯每年都要秋季聚会，我记得去年是去南区的高尔夫球场。他又是一声冷哼，策划案塞回到我的怀里，想得挺美。黑色的迈巴赫绝尘而去，我无奈地撇嘴：“还是这样，喜怒无常的小孩。”农家乐的园区离傅家不远，工作人员都已就位，在修剪杂草。我深吸一口新鲜空气，提步往傅家的方向走去，看到不远处的一个身影，我一愣：“哎，抓包现场！”定了定心神，我扬起标准的甜甜的微笑：“二哥。”傅燕睨了眼迈巴赫离开的方向，顾家那小子，一边是血缘深厚的亲哥，一边是多年相处如亲生的弟弟。要是傅燕不高兴我与顾慈安来往，那还真是骑虎难下。蹦跶到傅燕身边，一阵淡淡的消毒水味道，我挤出2个酒窝：“二哥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”他瞥过来一眼，伸手捻下我发上的叶子：“家里羊少了那么多，问起来吧又支支吾吾的，就猜到是你干的。少了那么多。”我看向满山腰的白点：“二哥，你一只一只数的吗？”山腰秃了一块，猜的。我傅燕衬衫袖口卷得一丝不苟，露出手臂上淡淡的青筋，上臂隐隐蔓延出一道疤痕，像是烧伤。我一怔：“二哥，你这个……”没事。傅燕敛住神色，将袖口往下拉了拉，状似无事。回家。二哥，我跟上他的步伐。二哥，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。说。我看向傅燕的侧脸。二哥虽然不苟言笑，但一直以来有求必应，绝对是比大哥好套话的。一鼓作气的开口：“为什么除了傅宇之外，你们好像都不想念顾欣？”身旁的身影一顿，傅燕抿唇看过来，神色复杂。学生会的安排很快就下来了。我托腮看着人手一张的宣传图，勾唇：“顾慈安这小子，口嫌体正。北区什么时候有个农家乐的？怎么没听说这个项目？据说是之前一个烂尾的工程被包下来了。我去看过，建设的园林很好看，特别原生态，旁边的山腰上都是羊，
四周的同学叽叽喳喳，大概是听到北区的关键词。钱暖暖看我一眼，似乎是想像之前一样讽刺几句，给硬生生憋了回去。顾欣有些欣喜，指着宣传图上的一个角落：“这是我之前家附近，正巧可以回去看看了。”几双视线投过来，很明显，现在这个地方是我的家。顾欣的几个跟班望过来，相互对视，便捂红唇笑了几声：“欣欣，你之前住的好偏啊，真是遭罪。这就算山里了吧？现在怎么会还有人住在山里呀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山鸡就得住在山里。”我淡淡扫过去一眼，这些人不敢正面刚，只敢像苍蝇一样在耳边嗡嗡。接受到我的视线，那几个女生就娇笑起来：“傅薇，可没说你呀，别往心里去。是啊，可别再让你那个律师哥哥来找麻烦了，又说我们欺负你，这可算不上诽谤什么的吧？”我冷眼看过去，漫不经心地开口：“如果我打人的话，倒是可以做无罪辩护。你吵什么吵？”几声高跟鞋哒哒声，赵默冷着脸走过来，扫了眼那几个女生：“有毛病，天天这样有意思。”四周噤若寒蝉，忍不住偷偷给他竖个大拇指。赵姐威武！我没记错的话，孙氏不是要被收购了吗？前2天二手专柜不是你孙小姐去卖的包？赵默盯着短发女生发问，视线又转向一旁的2位。李氏和吴氏的企业这2年的盈利，怕是还没有我手上一个项目挣得多吧？狂什么？几个女生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很精彩。赵默撩了撩耳边的碎发，轻嗤一声：“我赵默的人，日子肯定过得比你们好。你们也记得，让顾氏千金多罩着，免得没饭吃。哦，对了。”赵默转向我，盈盈一笑：“你弟弟说请我们吃饭，走吧。”弟弟2个字加重音，意料之中。顾欣的脸色瞬间青白，看向我的眼神里依旧充满着怨恨。迎上他的视线，我挑眉：“顾欣真的是很讨厌的一个人啊！”班车颠簸地驶入园林，不同于北区其他地方的荒芜，焕然一新的是江南的国风建筑。哇，这个地方好漂亮！京城还从来没有这样的园区农家乐。不经意唇边泄出一丝笑意，被认可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啊！你怎么笑得一脸自豪？赵默打着太阳伞走过来，摘下墨镜，打量着四周。我挑眉：“农家乐我开的，你的费用我包了。”赵默怔了怔，然后嫌弃地盯我看一眼：“大白天的，咱能不做梦吗？”行了，走吧。胳膊被他倒了倒：“民宿咱俩一间房啊，跟别人我住不惯，第一次炫富。哦，赵默不乐意出来晒太阳。我一个人，脚踩在铺得精致的石子路上，道路2旁竹林清雅，尽头是青砖黛瓦的民宿建筑，很满意自己的杰作。傅小姐这2天一定要好好欣赏一下这边的风景了，以后说不定没什么机会。”顾欣缓缓走过来，挂着标志的假笑：“小道上就我们俩。”他丝毫不遮掩自己的厌恶。我点点头，问了个题外话：“中午吃的怎么样？”他一怔，轻笑：“自然是很好，比在傅家强。”那就好。我越过他继续向前走。下午是要去领娱乐区域的入场牌的。傅薇，我转身，怎么？眼前的身影倏尔一晃，跌坐在地上，洁白的连衣裙沾染了泥土。傅薇，你有病！身旁带起一道风，是傅语的怒吼。顾欣眼里闪过一丝得逞的笑意。我扶额：“咱不能逮着一个人薅啊！对不起，微微，我也是好心。”顾欣又拿捏起他的柔弱，声音哽咽：“傅语大概是气急了，看我的眼神仿佛想把我撕碎。傅薇，你够了！别以为大哥二哥疼你，你就可以无法无天，哭笑不得。”我指了指角落：“顾欣，有隐藏监控，360无死角的那种。”空气滞了一瞬，顾欣的表情一僵。傅语来劲了，把顾欣抱起来：“行，调监控。”“不是，当然。”傅语和我都没有听顾欣的挣扎，一起往服务站走去。服务站的旁边就是露天咖啡台，三三两两的人聚在一起聊天玩桌游，其中当然也有熟人。赵默挑眉看向顾欣：“哟，
玛丽苏女主平地摔了，顾欣说是我推的，为了洗刷冤屈，我来调监控。我耸耸肩，傅宇冷哼，证据出来，你必须向欣欣道歉。顾欣拽拽傅宇的袖口，低声，要不算了吧。监控也不是很好调的，怎么能算了？我勾唇，打了个响指，必须不能让顾小姐受委屈，是不是？副总，服务站的办公楼走出一位西装革履的男人，是我安排在这里的负责人。他抱着一个蓝色文件夹，毕恭毕敬地走过来。有什么吩咐？把刚刚竹林小道的监控调出来，给这位傅先生瞧瞧。我在旁边的藤椅上缓缓坐下，指尖点向空旷处。对了，搬个显示屏出来，循环播放。好的。四周鸦雀无声，饶是吵吵嚷嚷的妇语都进了声。你是园林老总？赵默不可置信地看向我，我无辜眨眼，早就和你说了。你不信？顾欣不解地看过来，喃，怎么会呀？你不知道吗？我略显惊讶地捂嘴，这几个山头都是我们家的呀，还有山上的羊，这么多年你都不知道吗？顾欣顺着我指尖的方向看过去，漫山遍野的白绿相间，很是壮观。他嘴唇不由自主地轻颤，傅宇蹙眉，傅威。赵默显得比他还激动，继续拉住我的胳膊。传说中超级低调的傅氏，超级全的产业链，超级有钱的家族企业，原来是在北区吗？我点点头，空气骤然安静，四周多双视线投过来，震惊不解。相比之下，顾慈安冷静很多，看着这场闹剧，轻笑出声：“监控来了，那就一起看看吧。”工作人员已经搬了一个巨大的显示屏出来，连着电线，周围的人三三两两聚过来，开始窃窃私语。不用了。顾欣脸色苍白地从傅宇身上挣扎着下来，指尖颤抖，突然推开傅宇，从一旁的小道跑开。欣，傅宇担心地唤了一声。做贼心虚。赵默双臂环胸，冷哼一声。傅宇瞪过来一眼，对着周围的目光咆哮：“看什么看？”明目张胆的目光瞬间收了回去。我勾唇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拍拍手：“今天高兴，请大家玩娱乐项目。”下傍晚，天色微暗，我们玩得尽兴。回民宿之后，负责人带来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：顾欣失踪了。我蹙眉：“监控掉了吗？”都查找过了，人从竹林后面就不见了，那边还没开发，是个小山坡，已经派人去找了。失踪多久了？得有3个小时了。内心腾升起一阵烦闷，起身备点对讲机，多找点人去找。我也去看看。赵默拦住：“管他做什么，晚点自己就回来了，死哪儿都没事，可别死在这里，还是得去找找。”赵默，下午一起娱乐的同学也有很多男生出来说可以帮忙一起找。我看着他们热情的面庞，不自觉地想到先前的冷嘲热讽。所以这就叫做站得越高，四周的善意越多吗？竹林后面说是山坡，其实还是不小，有点难找。赵默被我劝在了民宿，工作人员四散寻找。顾慈安的身体不好，我把他摁在旁边的石头上，地形图塞过去，你就坐镇后方，别跟着了。他眉梢微皱：“那你量力而行，必须量力而行。要不是因为顾欣在我的底盘，我是疯了才会去找他。”打着手电筒钻进树林，脚下是簌簌的枯叶声，以及不远处搜寻的呼叫声，越近越深。傍晚的凉气侵入肌肤，泛起一阵鸡皮疙瘩。手电筒的光四处照射，我操！一口国粹脱口而出，心有余悸地继续照了照。不远处，一个身影孤单落寞，还好是顾欣，不是鬼。我放下心来：“顾欣，跟我回去。”他转过来看我，指甲深深嵌入掌心。凭什么？一阵风掠过，带起树叶的沙沙声。他突然崩溃大喊：“傅威，凭什么你还能得到那么多人的青睐？明明我才是故事千金。”我脸眸，又想到傅燕胳膊上的疤痕，唇边不禁泛起一丝冷笑，单手把对讲机调开，希望顾慈安不蠢。“你笑什么？”我看他，嗓音淡淡：“故事千金的位子，傅宇独独的偏爱，众人阿谀的高捧，
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知足？呵，他冷笑。傅宇算什么？他这个人太蠢。他对你很好。傅宇的偏爱不同于傅律和傅燕的沉稳内敛，他永远是明目张胆的。从亲手雕刻的簪子，到私人设计的服装饰品，无一不向世人宣告着他的偏爱。顾欣冷笑，连傅家那些，他都没有告诉过我。对我好吗？我神色变得复杂。倘若他的注意力多放些在傅家人身上，那么他就不会不知道，傅家其实就是传说中的傅氏。他太贪心，也太自私。凭什么傅律只疼你？凭什么顾慈安只在乎你？顾欣，你真正了解他们吗？我冷漠出声，跟傅律相处了19年，你为什么才知道他的身份？姐弟相认，你有主动去关心顾慈安吗？你只是自以为是的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是你的陪衬品，每个人都应该无条件的包容你。可笑！顾欣咬着下唇，眼里迸发着浓浓的不甘心和怨毒。这一切本就应该属于我。我凉凉勾唇，是啊，本来就属于你。但在你知道自己是顾家人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做的呢？他瞳孔骤缩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一边故意纵火，让顾老爷子觉得你生活困苦，一边四处造谣我将你赶出顾家，让傅家人心疼。呵，顾威，好人都让你当了，我做什么呢？顾欣身子一颤，喃，本就应该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手电筒捏在掌心，咯的生疼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你知道吗？那场火，傅燕险些没有出来，她为了救你，啪！身后一个物品砸在石头上的声音闷响。我回头，有些讶异，你怎么来了？傅宇站在不远处，黑暗里看不清神色，垂在身体两侧的胳膊轻轻颤抖，一言不发。而砸在石头上的是对讲机，顾慈安在他身后静静地站着。我脸眸突然觉得被大哥二哥罩在羽翼下的傅宇可怜。不是，没有，我不是这样的。顾欣失神的喃，有些烦躁。我转向他，天全黑了，现在跟我们。胳膊上猛然一道力，重心不稳，踉跄了几步，脚下一个踩空。傅威，姐，火辣辣的疼。睁眼，迎上刺眼的白炽灯，好不容易看清面前人的动作，眼泪唰的一下没忍住。二哥，你非得用酒精处理伤口吗？傅燕掀开眼皮看我一眼，脸色不好，给你长个记性，妹妹下次记得别一个人去那么危险的地方。傅律坐在一旁的凳子上，唇边挂着浅浅淡淡的笑意，但丝毫没有阻拦的意思，委屈的撇撇嘴。我这才注意到周围的摆设是傅家单单给傅燕装修的一个屋子，都是些手术器械。当时顾欣站的位置正巧是一块陡峭的地势，虽然他推了一把，但傅宇拉的还算及时，我俩就双双跌下去了。一想到傅宇，我患之莫名一痛，他似乎撞树上来着，不自觉看向旁边的病床。傅宇坐在病床边缘，腿和胳膊大片血红色的擦伤，触目惊心，脚踝似乎也扭了，低头缩在那，眼角若隐若现的水珠，看着可怜巴巴，一时恻隐。我冲着傅燕眨眨眼，我没事，二哥你给傅宇处理一下伤口吧。傅燕淡淡扫过去一眼，冷哼，怎么不摔死他？二哥什么时候也学会阴阳怪气这一招了？傅宇睫毛颤了颤，没有说话。所幸我擦伤的面积不大，很快就处理好了。顾慈安端着从厨房熬好的汤，把我仔仔细细看了一遍，才放下心来。姐，喝汤补补。见我喝汤，他顺势坐在桌边，讨好的笑。姐，你还有地方难受不？我抽空瞥他一眼。其实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。顾慈安挠挠脑袋，看了眼傅宇。我本来没打算把对讲机给他的，结果他路过的时候听见了，直接就抢去了。我也没追上。傅宇听到这句话，不耐烦的深呼吸。顾慈安继续献殷勤：姐，你当时摔下去可吓死我了，我跑得没有傅宇哥哥快，不能和你一起受伤。你不会怪我吧？傅宇终于忍不住吐槽：你个大小伙子说话怎么娘们唧唧的？
这叫绿茶，用装柔弱来获得同情。顾慈安尽心尽力给他科普，随即轻笑一声：“查的对象不是你，哥哥怎么还生气了呢？”戳到痛处，傅宇彻底没了话。我憋笑，果然，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。手机震了几震，我打开，是赵默的消息，一条接着一条。赵默，傅威，你没事吧？赵默，我真的服了。你出去一趟都能把自己给摔了。我在对话框里打出没事2个字，对面的消息又迅速弹出来。赵默，你又骗我，你没跟我说你二哥是傅燕。赵默，傅燕呐，京城医学界的新贵，接张院士的班呐。医学界新贵，偷偷瞄一眼傅燕的身影，宽肩窄腰，有条不紊地处理着伤口。是我以前在顾家，只顾着宅斗，压根两耳不闻窗外事了吗？我竟然从来不知道傅律和傅燕是这样牛批的人物。手机继续震动。赵默，你都不知道傅燕出场多帅，他轻轻松松就把你抱回去了。赵默，你当时没看见傅宇爬着回去，后来有人实在看不下去，给他搬回去的。看到这里，我扑哧一笑，爬着回来，那场面多壮观呐！四二哥，轻点！傅宇疼得龇牙咧嘴。傅燕把手中的酒精棉球继续摁了摁，傅宇脸上的颜色又深了1个度。傅燕抿唇，一言不发。傅律站在床旁，推了推眼镜，少有的面无表情。蠢货一个，非得给你讲得明白才能懂。傅宇自知理亏，看了眼傅燕的袖口，沉默一瞬，压抑着开口：“二哥，对不起，只跟我说。”傅宇脸色一红，飞快地看了眼我，囫囵吞枣：“妹妹，对不起。”我茫然转过头，在和我说吗？听不见。我说对不起。我挑眉，还是听不见。对不起。顾欣诊断了中度抑郁，被顾家送出国疗养。我们商量过了，碍于之前的情谊，还是不对他进行起诉。现在宿舍变成了2人寝，我一回到宿舍就扑在床上。啊，熟悉的味道。赵默愤愤地看我，骗子！我没骗你。呵，名震京城的富士千金，大哥是律政界大佬，二哥是医学界新贵，三哥是维尔斯校霸，干弟弟是金融界天才。赵默冷哼一声，藏得很深啊。傅威，我眨眨眼，他们掉马甲，关我什么事？走，吃饭去。刚出宿舍楼，顾慈安的笑脸在眼前放大。姐，有个八卦听不听？我挑眉说，老头子的情人说我给他下打胎药，弄没了顾氏的小公子。顾慈安笑得不屑一顾，然后老头子就把他给换了。赵默的八卦之心熊熊燃烧，眼睛蹭亮。为啥？我拍拍他的肩，剧透，老头子早结扎了。赵默，顾慈安跟在我们身边，笑得前仰后合。我也勾唇，眼角不经意瞥过一道身影，拄着拐杖，傅宇一瘸一拐地走过来，面色不大自然。那个，一起吃饭？我挑眉，点头，也行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2个故事。后妈生下弟弟后，庄稼收成变好，小透明父亲的上司赏识，家里都说弟弟是福星。奶奶揪着我的耳朵骂：“你个死丫头片子，出生克死亲妈就算了，差点害得我们家破产，生来就是祸害我们的。”他们一致认为我是灾星，将我赶出家门。不料再次见到我，却是在电视屏幕上，以740分高分被各大985高校哄抢。高考考了740分，借着这运气，我买了张彩票中了1亿元，从原本的小土妞摇身一变成了小富婆。回去路上却撞见了曾经以5000块钱将我卖给村长的后妈和奶奶。你个小蹄子，听说你去参加竞赛得了5万块钱奖金，正好你弟最近身体虚，把钱拿出来给他补补身体。说话的是我奶奶，站在她旁边的后妈也开了口，就是你一个女孩子要那么多钱做什么？还不如早早出嫁补贴家用。我目光微冷看着他们，我们早就没有关系了。当初你们以5000块将我卖了出去，现在怎么好意思找我要钱？只见奶奶皱巴干瘪的脸上满是不屑，
就算我们将你卖了，你也是我们家一条狗。出了事你不仅要管，还要将身上的钱全部供出来给我们用。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嚣张，只因为我是个女孩，父母结婚10年，母亲一直生不出儿子，被人诟病，抑郁而终。而她死后不到1个月的功夫，我爸就把新媳妇娶进门。后妈确实争气，没过多久就怀上了孩子。她怀孕期间爱吃酸的，受苦的倒是我。不是叫我猎羊去地里弄点酸萝卜，就是要我在饭菜里疯狂加醋。要是不合胃口的话，不是上手掐，就是拿东西砸。借着他要生了的名头，直接将我赶去了鸡圈，美其名曰说给家里腾地，免得孩子生下来没地住。我看着满是粪便的鸡窝犯了难，弟弟不是还没出生吗？出生了再说也不急。后妈却不愿意了。他瞪着我道：“就算他还没有出生，但是这些房子都是留给他的财产，你没有资格去动。再说，你都能克死亲妈，要是把我儿子克到了怎么办？”见到我不说话，一旁的奶奶不耐烦了，她狠狠抓住我的胳膊，拿着扫帚就往我身上抽：“你个不要脸的赔钱货！我还在这呢，你就想霸占你弟的房子？我要是走了，你还不得翻了天呐！”被逼无奈，我收拾了东西，搬进了鸡棚里，一住就是好几个月，直到后妈生出了个儿子，我才被重新带出来。想到这里，我冷了声看着眼前胡搅蛮缠的两人，别说5万块钱，就算是1分钱，我也不会给你们。说完，我也不再看他们的脸色，转身就往村长家去，却没想到彩票处的人按照我身份证的地址找到了奶奶家。他们拉着横幅，带着彩带在门口放炮。奶奶被吵得受不了了，举起扫帚就往门口冲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在我家门口放炮？我看你们真是活腻了。彩票人员也被他这副泼辣模样吓了一跳，但紧接着就恭喜他道：“恭喜你们家呀，中了1亿彩票，今后有福了。”奶奶瞪大了眼睛，满是不可置信：“多少？我们家真的中了彩票啊！哈哈，这下可走运了。”突然间想到之前父亲提过一嘴自己走运的事情，当下便以为是父亲买的。奶奶眼里露出贪婪：“对，就是我们家的，你们赶紧把钱打到我们账上来。”彩票人员笑道：“会尽快的，麻烦你们等一下。”奶奶见到他们离开后，挺直了腰杆，傲视扫着周围围观的人：“你们可瞧好了，我们老林家的福气都是我那刚出生不久的孙子带来的，一生下来就知道讨我欢心，不像林娟那个死丫头，一天到晚只会气我。”说着，他将睡着的弟弟抱了出来，左看看右看看，那叫一个爱不释手，怎么也不肯放下。在村长家吃饭的我听到了这个消息，不由得冷吃，他们还真以为那笔钱会是他们的了。与此同时，父亲也赶了回来，听说了这件事，他心里有点疑惑：上次自己买的彩票明明没中奖啊，难道是因为工作人员看错了？但一想到平白无故能得到1亿元，便立马将这些疑问抛至脑后了。他看向襁褓中的弟弟，满是欢喜，又顺带提了一嘴工作上的事，说今天被领导赏识，直接升职了。本来他只是公司里一个透明的小职员，今天却突然走了狗屎运，被领导注意到了，还提拔成了组长，工资也往上翻了不少。奶奶听到这些，更是掩饰不住对弟弟的喜爱。哎呦，肯定是这小福星给我们家带来的福气，当真是奶奶的宝贝孙子。他抱着弟弟的模样，就像捧在手心怕碎了，放在嘴里怕化了。恰好碰到了我回来拿之前放在屋里的东西，看见他们这副模样，我忍不住凑了上去，想看看弟弟长什么模样，却被我奶一把扯开。他狠狠瞪了我一眼，道：“你个晦气丫头，之前在鸡窝里住了那么久，身上都是臭味，要是熏到我大孙子了怎么办？还不快滚远点！”听到这话，我爸脸色一变，生怕我身上的晦气传给他的宝贝儿子，连忙呵斥道：“你赶紧走，别把你身上的晦气带到我儿子身上来，不然我要你好看！真不知道我上辈子是倒了什么霉，居然生出来你那么一个灾星！”
我的眼睛瞅了瞅襁褓中的婴儿，讥讽道：“看一眼又不能掉根毛，还能把他的福气给看没了不成？”奶奶当即黑了脸道：“看什么看？你也配看我宝贝孙子？要是把他吓哭了，当心我把你的眼睛给剜下来！还不走？杵在这里做什么？”看着他们面对我那副如临大敌的模样，我心里更是无比的寒心。明明我也是林家的孩子，为什么对待弟弟的时候他们那么温柔，面对我却像变了个人一样？看着他们一家其乐融融，我就好像个局外人一般。奶奶为炫耀得了那么一个重孙，回村后便大摆宴席，邀请全村人去吃酒，不仅给在场的人都发了红鸡蛋，还说给他们沾沾重孙的福气。不少人得了鸡蛋，都纷纷恭贺奶奶终于如愿以偿，有了孙子。我看着不远处不断朝我靠近的奶奶，直到她站到我面前，见到是我，脸色一变，没了刚才的和蔼。死丫头，红鸡蛋也是你能吃的东西吗？还不快滚回去！就知道在外头丢人显眼。周围人听到后都嗤笑道：“他亲妈就是被他克死的，也不知道有什么脸来讨鸡蛋吃。”你别说，老林家新娶回来的那个居然没把这丫头丢出去，也不怕克死他儿子。谁知道呢？这丫头都这么大了，再养养，用来换彩礼也是好的呀。哎，村长之前不是看她可怜，收养了她吗？她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呀。你说会不会是给村长屋里常年见不到面的儿子冲喜的？我霎时听不下去，猛地一拍桌子：“村长是个好人，你们嘴那么多，爱在背后议论人，干脆也别干活了，蹲在村门口说爽去。”一旁有人不爱听了，站出来指着我不满道：“你以为你自己多好，花了村长那么多钱去读书，你倒是拿出个成绩看看呢？我看你不只是灾星，还是个败家娘们，谁娶到你谁倒霉。村长资助你那是你可怜，你还自己装上了。”也就在此时，村长突然走了过来，他锐利的眼神扫向周围，其他人瞬间噤了声，不敢再多说一句话。你们都在瞎吵吵什么？我资助林卷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自有定夺。倒是你们真是吃饱了撑的。还有林卷他奶，林卷这次要是考上大学了，就是家里的大学生了，那是全村的荣耀。我奶脸色一沉，读书要钱多，他看着就是个脑袋不灵光的，我可没有钱供他去读什么大学。后妈听见声也走了过来，在一旁附和道：“有这个钱，还不如买点好吃给我儿子补补身子，没准以后还是状元郎呢。留给这小丫头片子有什么用？”我忍不住说道：“弟弟能当状元郎，我也可以做到。”奶奶嗤笑道：“就你还想当状元郎？还是想想怎么做一个贤妻良母，嫁过去不给夫家丢人吧。你知道我家中了1亿的彩票，那是你不管读多少书都赚不回来的吧？要是想和我们一起享受这1亿块钱，就断了你脑子里那些想法，滚回来为我们做牛做马。”我只觉得好笑，他们凭什么觉得这1亿彩票一定会是他们的呢？当初我住进村长家的时候，这消息传进了我奶耳朵里，本来并不放在心上，只是听到村长要送我去读书的消息，就变了脸色。他气势汹汹来拍村长家的门口，骂道：“这是我家的孩子，我说了不许送他去上学，就是不许去。一只山鸡还想飞上枝头变凤凰不成？”看见村长带我出来，更是不客气地将我拽到身前：“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得了别人一点好处就不知道回家了，也不看看是谁养你那么大的，给你读书的那份钱留着给你准备要出生弟弟补身体不好吗？非要出去瞎搞，赶紧跟我回去，田里的活还等着你干呢。”后妈也在一旁附和道：“还不赶紧跟我们回去，田还没有开始播苗，家里的饭菜也没人做，不就是说了你几句吗？孩子家家的气性那么大。”看着眼前的奶奶，我只觉得一阵心寒。10几年了，就算是养条狗也该有感情了，可没想到我在他们眼里连狗都不如。奶奶，我也是你的孙女呀，你的眼里为什么只能看见弟弟？就因为他是男孩吗？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，
周围围观的人听到这话，都在议论纷纷。是啊，林娟她奶这样太过分了，简直不把小孩当人看。那田里的活那么多，全家人都等着她去干，这不就妥妥地把人往死里逼吗？这些闲言碎语传到我奶耳朵里，只见她恼怒地瞪着我，就要上前来抓我的耳朵。我反应极快，躲开了那双手，跑到村长身后。他似乎气急了，从旁边抓了个板砖就要打过来，被村长制止住了。他皱着眉，语气微沉：“林娟她奶，你要是想让林娟跟着你回去也行，你得先问她同意不同意。”他转头看着我，很认真地询问我：“林娟，你同意回去吗？”一瞬间，全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的身上，我的视线落脸色极其难看的奶奶身上，缓缓说出：“我不愿意，我想要在村长这里，我想读书。”奶奶气得脸色铁青，指着我道：“你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也不看是谁把你养那么大，要不是我，你出生就已经死了。”村长看不下去了，站出来为我说话道：“你不准人家去读书，还不给人家找新的出路了。奶奶，你一直都说是我克死了我妈，你就不怕我回去把弟弟克死了吗？”我拿准了奶奶，她把弟弟当成命一样护着，一定舍不得他出一星半点的差错。果然，我奶踌躇了。就在我以为事情迎来转机的时候，却见后妈嘀嘀咕咕，不知道对奶奶说了什么。我奶立马叉着腰大喊道：“村长，你送这小贱胚子去读书有什么用？既然你想帮助我家，那不如就把他那份读书钱留给我孙子。是啊，他看着就是烂泥扶不上墙的，要是到时候将煤气传给你家就不好了。”说完，不顾村长的阻止和我的反抗，硬将我拖了回去。我奶将一堆脏衣服扔到我的身上，趾高气昂道：“这些衣服都还没有洗，你快点拿去洗，要是洗得不干净，今晚就别吃了。”见我闷声不说话，他扯着我的耳朵不满道：“你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，出去一趟回来还给你傲气了是吧？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。”我张口狠狠咬住了他的手，他吃痛松开了我，下一秒更是抓起棒槌往我的方向打来。我躲进了鸡窝里，用矮小的身子死死抵住门口。我奶还是不肯放过我，脚用力踹着门口，嘴里更是骂骂咧咧：“你还真是长本事了，今天不好好收拾你，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”就在门口快被奶奶踹开的时候，村长再次找上了门，看见这副场景，蹙眉道：“你们在做什么？”奶奶看到村长来了，冷哼一声，阴阳怪气道：“小丫头不懂事，我教训她，让她知道谁才是这个家的主。出去一趟，还真的把自己当回事了呀。”村长敲了敲鸡窝的门，语气温和道：“林娟，你在里面是吗？我在这里，你就放心出来，不会有人欺负你的。”听到村长的话，我才小心翼翼打开了鸡窝门，见到村长的面庞，心里多了几分安全感。我奶见到我出来，就提着棒槌，毫不客气的要往我身上打来。我害怕的躲在了村长的身后，村长也冷了脸：“林娟她奶，你是看不见我在这里吗？”说着，手上的拐杖狠狠敲了敲地。与此同时，他也看见了鸡窝里面的场景。混乱杂臭的鸡窝里还放着发旧的被子和起皱的枕头，显得格外的怪异。一瞬间他就明白了，林娟她奶就算再怎么样也不能让小孩住在鸡窝里面呢。我奶嘴里吵吵嚷嚷，我让他住在哪里就住在哪里。再说了，他一个灾星，要是把晦气带进来就不好了。而且他一出生就克死了亲妈，难保不会克到我孙子。村长听了这话，黑了脸，抓着我的手道：“既然你们不喜欢这丫头，那我就将她带回家。”我奶冷笑：“就算你是村长，也不能说带就把人带走。这丫头我可是打算留着给我孙子换娶媳妇的钱，你要是想要，就拿钱了，没5000块，这事就不用谈了。好歹养这么大了，你说上两句就想把这娃子带走，脸皮也忒厚了。而且谁知道你是要送他去念书，还是要带回去给你儿子当童养媳呀？”村长黑了脸瞪着奶奶：“你在胡说什么？
我只是看不得你这么欺负这孩子。虽然之前将我带回家的时候已经给过了5000块，但此刻他回家拿了5000块给了奶奶，把我带回了家。那5000块对于1年才赚几万的村长来说，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。我被感动得稀里糊涂，更是将村长看作了自己最亲的人。我中了1亿彩票，到时候上大学了，我就将你们带到城里住，好好养你们。村长却以为我在开玩笑，按着我的头道：“好，就算你没有中1亿彩票，你也有这个本事赚1个亿。”当时他给了我乃5000块，将我带回家，并没有亏待我，咬着牙挤着口袋。他又拿出了几百块送了我去念书。我格外珍惜这个读书机会，天还没亮，早早就爬起来读书，夜里又是班里最晚回去的，拼了命的汲取课本的知识，只为了以后他们能让我逃离那狭小看不见天日的村子。可哪怕逃开了那个家，还是有人想尽了办法刁难我。张菲菲便是其中之一。放学时，她直接将我堵在了厕所。你一个乡下丫头，也好意思跟我们一个学校？趁早回家喂猪吧！土里土气的。张菲菲的眼里满是嫌弃，恨不得马上就把我赶出学校。就连周围的人也跟着附和道：“就是没钱就别来读书，每天穿成那个样子。我爸妈来接我的时候，都以为学校多了个乞丐，晦气死了。我听说他克死他妈呢，出生那年全县颗粒无收，害死了好多人呢。不然这样，我们替天行道，收拾收拾他。”说着，几个人就围了过来，他们伸手抓我，要将我拖进厕所里打。我反应极快，躲开了他们的围堵。张菲菲当即黑了脸：“你们也太没用了吧！快抓住他呀！”他们呈包围形状将我包围，而我被他们逼到了墙角，脑子飞快地想着应对的方法。也就在这时候，手摸到了放在角落的扫把，我连忙将扫把拿在手上，看着围着我的那些人。虽然我不爱惹事，但是你们要是惹我，我也不会怕。几人听到我话，哈哈大笑，讽刺笑道：“你以为你一个人能打得过我们几个？”说着，几人的拳头就要往我身上打，却没想我反应极快，拿着扫把打了回去。从前在村里的农活都是我干，力气自然不是这几个温室长大的花朵能比的。几人被打得上蹿下跳，张菲菲更是愤怒道：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但凡划破点皮，你看我爸妈怎么收拾你！”就在这时，学校的管理老师刚好走进厕所，看到这一幕，瞬间冷下脸来：“都给我停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跟我去办公室！”老师将我们带去了办公室，还打电话通知了家长。我忐忑地站在那里，心里愈发愧疚，觉得给村长惹麻烦了。天色也渐晚，其他家长也把小孩给带走了，只有我还站在办公室门口罚站。又过了好久，村长才来，肩膀披着露水，发丝有些凌乱，脚上那双鞋也沾满了污泥，一向慈祥的面孔也透出了几分疲惫。他看到我低着头站着时，明显一愣。就在我以为他要斥责我的时候，只听他温柔细声道：“是不是他们欺负你了？”一瞬间，强行忍住的泪水却是如同止不住般哗哗的掉。我现在的模样看上去要多狼狈有多狼狈，时不时抽着鼻子，双眼含泪看着村长道：“对不起，我好像给你惹麻烦了。”他没问我事情经过，只是摸着我的头道：“没事，人没事就好。”一旁站着的老师冷声道：“一个乡下来的丫头还那么多穷讲究，人家不过就是跟你发生了点口角，你就要上手打人家？就算他们真的欺负你了，你就不知道再忍着一点吗？”我突然失去了反抗的能力。是啊，只是发生了点口角而已。正想着，就听到村长为我说话：“来这里就是为了读书，我们是乡下人，没有文化，但只一点，被欺负了没有还要忍气吞声的。林娟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村长为你撑腰。”这一刻，我强压下的委屈再也控制不住，全然崩塌。我看到他挡在我面前，拼命将腰挺直，犹如一道高墙，却又好像矮小的墙墩，明明什么也挡不住，但却好像挡住了所有。
也就在此一刻，我下了决心要出人头地，要让他微弓的肩膀比谁都要直。在那之后，我拼了命去学习，一天甚至只睡4个小时。有时候我顶不住了，就一个人跑到角落哭，哭累了又站起来继续学。好在成绩并没有辜负我。高考成绩出来那天，我以740分的成绩突破旧成绩，成了全省状元。我成了突然杀出来的黑马，备受关注。学校找来了媒体采访我，在电视屏幕上，我侃侃而谈，瞬间引起了一波关注赞赏。也就在节日快结束的时候，却见到2个意想不到的人冲了进来，正是我奶奶和后妈。他们毫不顾忌地冲了进来，指着我鼻子大骂道：“你这个白眼狼，不要忘记是谁养了你那么些年的，现在只不过是让你拿获奖的5万块给你弟弟买点东西吃，就不情不愿。我看你考了个状元，飘了。”后妈也在旁边附和道：“对呀，你弟弟可是福星将士，一定是当时你沾了他的光才考上这个状元的。”说完这话，2人的腰杆瞬间挺直了不少，好似在等着我跟他们道谢。评论都在议论纷纷，怎么回事啊？难道新状元的人品那么差的吗？要是人品真的那么差，连家人都不管不顾，怎么配当这个状元？我忍不住冷笑起来。你们当初已经为了5000块钱和我断绝关系，现在看到我过得好了，就又来和我攀关系，怎么？你们是哈巴狗吗？见谁好就去舔谁？还有，就算我是灾星，考得好也是因为我努力的结果，和那个弟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同时，我也觉得他们真的挺不要脸，以为全世界都要为他们家那宝贝男丁让路吗？奶奶显然怒了。就算你现在看上去人模人样了，也还是当初睡在鸡窝里的那个死丫头。你别忘了，你妈是你克死的，你出生的时候害死了多少人？说着，她狠狠往我身上吐了口唾沫。你个小贱胚子，别给脸不要脸！百事孝为先，既然你不知好歹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奶奶朝镜头是大哭又大喊：“当初我们养她那么不容易。”后面家里实在困难了，才要那5000块。这些年来，我们强忍着不去看他，就怕耽误他念书。要不是我们，他能有现在的成绩吗？现在不过是让他以后帮衬点弟弟，就要和我们翻脸，也不想想当初他克死亲妈的时候，是谁不嫌弃将他抱了回来？我老林家怎么出了这么一个白眼狼啊？网友在评论区更是吵成一团，有为我说话的。人家能考成这样也是自己的本事啊，那得到的奖学金也有自己分配的权利。但是更多的是骂我的，家里养大他不容易，这种吃里扒外的白眼狼，要我一生下来就给他腻了。要是这种品行不好的人都能上大学，我绝对打举报电话举报。他可是个灾星，他家人送走他也是为他好啊，要不然这不得把全家都克死。我看着这些弹幕，更是气得发抖。这些网友不知道事情真相，就在这里乱说。但很快我便保持了冷静，盯着他们道：“给你们5万也不是不可以。”闻言，就见他们脸上闪过欣喜，紧接着随着我的一句话，骤然黑了脸。但是你们要负责我接下来上大学的所有费用。奶奶更是直接坐在地板上大哭道：“哎呦，我的好儿媳呀，你早早就死了！也不知道你留下的这个女儿，她就是个白眼狼，竟然对我们不管不顾，一点亲情都不念了。她上大学这是要花好10几万呢，这要把我们往死里逼呀！我劝你最好将你那5万块钱全交出来，不然我可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你。”我将节目组准备的矿泉水拧开，朝他们泼过去。现在你们清醒点了吗？2人被泼得全身湿透，看上去滑稽又狼狈。奶奶更是愤怒地指着我道：“好好好，你好得很，看来今天不给你点教训，你是分不清东南西北了。”说着，她撸起袖子就要动手。后妈更是在旁边阴阳怪气道：“以为考上个状元就把自己当回事了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。这5万块钱用在你身上就是浪费，还不如拿去给你弟弟准备以后的老婆本。哦，你以后还得给你弟弟出学费买房子，
这样也能让你弟弟庇佑你这个灾星，不至于将晦气传给别人。要不然啊，就你那晦气呀，说不准刚出门就被车给撞死了。看着他们这副理所应当的模样，我实在想不通，到底是谁给他们的自信，让他们觉得我可以随意任他们拿捏。我冷嗤道：“我看你们是白日梦做多了还没睡醒，就他也配让我出钱养他？他是你们的宝贝，可不是我的宝贝。”后妈脸一变，不耐烦道：“我可告诉你，多少人想给我儿子钱，我还不要呢。我劝你不要不识抬举，而且我们家中了1亿彩票，到时候也能让你沾沾光。”我挑眉嗤笑道：“你还真以为那1亿彩票是你家中的？那是我中的。”奶奶瞅了一眼我，不屑冷哼道：“就凭你也能中1亿彩票？我可不信，这是我大孙子给我带来的福气。”见到他们这副嘴脸，我直接拿出了手机，拨打了彩票电话，那边很快就接起了。“喂，是林娟小姐吗？你的1个亿什么时候兑换呢？”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瞬间让整个直播间都安静了片刻。过了许久，网友猛地闹翻了：“我靠，真的是1个亿呀！那林娟这人岂不是前途一片光明？要成绩有成绩，要钱也有钱。他奶奶一家说他是灾星，哪个灾星能中1个亿呀？这不是妥妥的福星吗？他那个弟弟现在可能还在家里等着喂奶，哪里有林娟能干？”奶奶也白了脸，不可置信看着我：“这明明就是我儿子中的彩票，怎么会是你的？”他上前就要抢走我的电话，却被我侧身躲过。他看我的眼神犹如灭族仇人般：“这一定是你的什么小手段，还不快点将我们家的1个亿还回来！”我一巴掌扇了过去，骂道：“你也配！当初让我住鸡窝，1天24小时，让我在田里待15个小时，还得任劳任怨地做保姆伺候你全家。现在看我日子好过了，就想起我了。别说1个亿和那5万，1分钱我都不会给你们。”骂完了这些话后，心情更是难得的舒爽。评论听完这些话后，更是纷纷表示心疼我：“小姐姐好惨啊，居然有这种吸血鬼的家人，还闹到电视前面来，真是不要脸的。这种家人活在地球上就是浪费空气。”我支持小姐姐，小姐姐做得对。一时间风评变幻，奶奶和后妈成了全网的罪人。变故就在一瞬间，此时警察闯了进来，出现在他们的身旁。“你好，请问是林娟的奶奶吗？”奶奶看到是警察，以为是来给钱的，笑着挤到旁边：“是，我们是林娟家属，是不是要来给奖金的？林娟人小，拿不得那么多钱，就让我们替她拿了。”说着还狠狠瞪了我一眼。林娟这小孩真是撒谎都不打草稿了，你们将他带回去好好管管。警察却迷惑道：“我不是来发什么奖金的，既然你们是林娟的家属，那就跟我走一趟吧。”奶奶和后妈彻底傻眼了。后妈不满开口问道：“我们又没有犯什么错，凭什么让我们去警局？”警察蹙眉看着他们：“你们2个人侵犯了林娟的个人隐私，还私下传播谣言，现在我们有权利强行将你们带走。”奶奶更是愤怒地瞪着我，恨不得上前将我吃了。“你个贱胚子，真把自己当一回事了！你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！”说着还往我所在的地方吐了口水。我冷笑道：“你们要是出来，也得看看有没有这个本事收拾我。我还有2个月才满18，你们现在对我就是虐待未成年。先好好想想，你们应该会在牢里待多久吧？”他们2人这时才慌了：“林娟，你也知道我们2个说话口无遮拦的，你就不要计较这些了，让他们放了我们。这样那1亿彩票钱和5万的奖金，我们给你留1000，这样你也有点钱。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，别计较了。”我只觉得无比荒谬。眼前的2人的模样滑稽又可笑，我冷笑道：“你们凭什么认为我会给你们留钱？你也照镜子看自己配不配？”他们脸色一变，吼道：“你这个小贱蹄子，不把钱留给我们，难道留给那糟老头子吗？我们是养了你10几年，这份钱本来就应该是我们的。”我看着他们嘲弄道：“他不配的话，你们就配了吗？
也不看看你们是什么东西。就算他只是养了我几年，也比你们养了我10几年要好得多。我看到他们的脸色一寸寸的变白变铁青，我勾了勾唇道：既然你们不服气，那不如到时候进去了和警察好好说说你们的冤屈。说完，我转头就走，只剩下他们脸青一阵黑一阵的站在那里。警察很快给他们扣上手环，将他们带走。只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隔日我爸就找上了我。他目光沉沉，看着我仿佛有散不开的阴郁。我听说，自从他升职过后赚了点钱，就开始沾上了赌，原本的钱全部亏了进去。但是即使这样子，还毫不收手，将希望寄托在那一直没有到账的1亿块钱上，甚至还自信自己一定能将这些钱全部赚回来。果然，下一刻就见到他开口：“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。那彩票既然是你中的，4舍5入也算是家里的钱，你就别和你奶和后妈置气了。还有，你那奖学金放着也是没什么用，既然你不愿意给你奶，那这钱就给我吧。”他说的理所当然，仿佛那些钱已经是囊中之物一样。我蹙眉道：“这份钱是我拿去做学费用的，不能给你。”他撇了撇嘴道：“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？有什么用？既然你之前想要证明你自己，现在也考上状元了，也证明了自己，那这书再读下去也是浪费钱。”我看见他吞了口水，搓手道：“你把这些钱给爸爸，爸爸就能把这些钱翻倍给你，到时候不只是1亿、2亿、3亿都有可能。”我看着眼前越陷越深的父亲，只觉得无比的失望。从前我被欺负的时候袖手旁观就算了，现在就连我读书的钱都要拿走，这还是我心里应该为我撑起一片天的父亲吗？从前你都没有尽过任何做父亲的义务，现在还想要我对你尽子女的义务。他有些恼怒，就算我曾经对你再怎么不好，我也是你父亲，我有权利管理你的钱。我似笑非笑，指了指不远处往这边来的警察：“你还是先想想怎么解决你接下来的麻烦吧。”与报警来抓奶奶2人的警察不同，这次来找父亲的警察穿着特警的服装。父亲看到他们的第一反应便是跑，但接下来就被狠狠摁在了地上。也是这次抓捕，我才知道父亲犯的错到底有多少，不仅吃喝嫖赌，还参与了贩毒。他被押走的时候，看着我大骂道：“肯定是因为你这个灾星，我才会这么倒霉的。你就不该出生，你怎么还不死？”我盯着他冷冷道：“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或者对不起家里的任何事，我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取了状元。现在我站在这里，就是为了告诉你，这10几年来一直戴在我头上的这个灾星的帽子，是假的，是莫须有的。”我声音拔高：“当初我离开你们家后，你能说家里就一直顺风顺水吗？造成现在这一切的都是因为你们的好吃懒做，现在落到这个地步，完全就是你们咎由自取。”我没有再理会他看向我愤恨的目光，抬脚离开了。我拿着那5万块钱去上了大学，又将我的1亿块钱拿了出来，在城里买了套别墅，置办了家公司，把村长一家从乡下接到了城里住。而我在接触计算机后，天赋被老师发掘，还没毕业就举荐我到了一家世界500强企业，我的人生也开始顺风顺水起来。不仅如此，村长拿着我的钱开了家书店，生意也十分的火爆。村长整理着那些书籍，笑着对我说道：“之前他们说你是灾星，我看他们分明就是在胡扯，这明明是我们家的福星。”也就在这一刻，我感觉到这些年做的所有都有了一个完美的结果。后来听说奶奶和后妈被释放后回来，发现家被父亲给抵押卖出去了，他们没有别的办法，抱着弟弟去投奔其他亲戚。但是早些年奶奶得罪过很多亲戚，所以现在也没多少人愿意欢迎他们。后妈没了办法，只好扛起家里的重任，代替父亲去支撑家里。奶奶没了出气筒，开始疯狂给后妈使绊子。终于她忍不住了，在一个雨夜拿刀杀死了奶奶，看到害怕的跑到楼顶，一跃而下。
第二天尸体被发现的时候，弟弟还窝缩在角落里睡觉，丝毫不知道亲人已经没了，谁家都不愿意接手那么一个烫手山芋。后来他就被送到了孤儿院，再后来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了，因为我现在住着豪宅，不愁吃喝，还有人管我叫董事长。我看向正在厨房忙碌的村长，还有他媳妇，甜甜地叫了一声“爸妈”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希望今天的故事在你心中留下清香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